欧亚大陆的横向轴线相比美洲和非洲的纵向轴线，在驯化的动植物传播方面起到了怎样的决定性作用？大陆轴线方向的不同，对除了农业之外的轮子、文字等发明的传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10章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这个部分。第10章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请比较一下各大陆的形状和轴线走向，你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差异。美洲的南北距离是9000英里，远大于东西距离，最宽处仅3000英里。巴拿马地峡最窄，只有40英里，这意味着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走向的。非洲的情况也类似，尽管程度稍轻。相比之下，欧亚大陆的主轴线是东西走向的。那么，大陆轴线的这些差异对人类历史有何影响呢？本章将讨论我所认为的轴线走向差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后果。轴线走向影响了作物和牲畜的传播速度，甚至可能影响文字、车轮及其他发明的传播。在过去500年中，这种基本的地理特征极大地塑造了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欧亚大陆人截然不同的经历。粮食生产的传播对于理解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现方面的地理差异至关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粮食生产的起源。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探讨了粮食生产的起源问题。正如第5章所指出的，地球上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地区有5到9个。然而在史前时期，除了这少数几个发源地，许多其他地区也发展了粮食生产。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是作物、牲畜以及种植和饲养知识传播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农民和牧人自身迁徙的结果。粮食生产的主要传播路线包括从西南亚到欧洲、埃及、北非、埃塞俄比亚、中亚和印度河谷，从萨赫勒地带和西非到东非和南非，从中国到热带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日本，以及从中美洲到北美洲。此外，粮食生产在它的发源地甚至引入了其他发源地的作物、牲畜和技术，而变得更加丰富。正如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适合出现粮食生产一样，粮食生产传播的难易程度在全球范围内也大相径庭。有些生态上非常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在史前时期却从未学会粮食生产，尽管它们附近就有史前粮食生产的地区。最明显的例子是，农业和畜牧业未能从美国西南部传入印第安人居住的加利福尼亚，也未能从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农业未能从南非的纳塔尔省传入好望角。即使在所有史前时期传播了粮食生产的地区，传播的速度和时间也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粮食生产沿东西轴向迅速传播，从西南亚向西传入欧洲和埃及，向东传入印度河谷，平均速度约为每年 0.7 英里。从菲律宾向东传入伯利尼西亚，传播速度是每年 3.2 英里。另一方面，粮食生产沿南北轴向传播缓慢，以每年不到 0.5 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入美国西南部。玉米和豆类以每年不到 0.3 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播，大约在公元900年成为美国东部的高产作物。美洲驼以每年不到 0.2 英里的速度从秘鲁向北传入厄瓜多尔。如果玉米驯化的时间晚至公元前3500年而不是更早，那么上述差异可能更大。在整套作物和牲畜是否完整传播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这再次表明传播遇到的障碍有强弱之分。例如，尽管西南亚的大部分食足作物和牲畜确实向西传入了欧洲，向东传入了印度河谷，但在安第斯山脉驯养的哺乳动物，如美洲驼、羊驼和豚鼠，在哥伦布时代前却从未到达中美洲。这种未能传播的惊人现象急需解释。毕竟，中美洲拥有稠密的农业人口和复杂的社会，因此安第斯山脉的家畜无疑是肉食、运输
和毛绒的重要来源。然而，除了狗，中美洲完全没有本地哺乳动物来满足这些需求。不过，有些南美洲作物成功到达了中美洲，如木薯、甘薯和花生。是什么选择性障碍让这些作物通过，却筛选掉了美洲驼和豚鼠？对于物种传播在地理上的难易差异，有一个更巧妙的说法，叫做抢先驯化现象。大多数后来成为我们作物的野生植物，在遗传上因地而异，因为不同地区的野生祖先种群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遗传突变体。同样，将野生植物转化为作物所需要的变化，原则上可以通过不同的新突变或产生相同结果的不同选择过程来实现。基于此，我们可以考察史前时期广泛传播的某种作物，并考察它所有的变种是否显示了相同的野生突变或相同的转化突变。这样做的目的是判断这种作物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还是在几个地区独立发展起来的。如果对新大陆的古代主要作物进行这种遗传分析，其中许多作物被证明包含2个或更多不同的野生变体，或2个或更多不同的转换变体。这表明这种作物在至少2个不同的地区独立驯化，它的某些变种通过遗传获得了某个地区特有的突变，而另一个作物的另一种变种则通过遗传获得了另一地区的突变。根据这个基本原理，一些植物学家断定，利马豆、菜豆和辣椒都至少在2个不同场合得到驯化，一次在中美洲，一次在南美洲。而南瓜属植物和种子植物梨也至少独立驯化过2次，一次在中美洲，一次在美国东部。相比之下，西南亚的大多数古代作物只显示出一种不同的野生变种或不同的转换突变体，从而表明该作物的所有现代变种都起源于仅仅一次的驯化。如果某种作物在其野生产地的几个不同地区反复地独立地驯化，而不是仅仅一次和在一个地区驯化，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植物驯化就是将野生植物加以改变，使其凭借较大的种子、较少的苦味或其他品质而变得对人类有益。因此，如果已经有了某种高产的作物，早期的农民肯定会去种植它，而不会从头开始采集它那些不太有用的野生亲缘植物来重新驯化。支持仅仅一次驯化的证据表明，一旦某种野生植物得到驯化，这种作物就会在这种野生植物的整个产地迅速向其他地区传播，抢先满足了其他地区对同一植物独立驯化的需求。然而，如果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同一种植物的野生祖先在不同地区独立得到驯化，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种作物传播得太慢，无法阻止其他地方对这种植物的驯化。关于西南亚主要是一次性驯化，而在美洲则是频繁多次驯化的证据，或许因此提供了关于作物传播在西南亚比在美洲更容易、更巧妙的证据。某种作物的迅速传播可能不仅阻止了同一植物的野生祖先在其他地方的驯化，也阻止了有亲缘关系的野生植物的驯化。如果你种植的豌豆已经是优良品种，那么从头开始驯化同一种豌豆的野生祖先当然毫无意义，但驯化近亲的野豌豆品种也同样毫无意义，因为对农民来说，这种豌豆和已经驯化的豌豆实际上是同一回事。西南亚所有的始祖作物阻止了在欧亚大陆西部整个广大地区对任何近亲植物的驯化。相比之下，在新大陆有许多例子表明，一些同等重要的密切相关但又不同的植物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驯化的。例如，今天全世界种植的棉花有 95% 属于史前时期在中美洲驯化的短绒棉。然而，史前时期南美洲农民种植的却是巴巴多斯棉。显然，中美洲的棉花难以到达南美洲，才使其未能在史前时代阻止那里的不同品种的棉花得到驯化。辣椒、南瓜属植物、剑属植物和梨科植物是另一些作物，它们的一些不同但有亲缘关系的品种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驯化的，因为没有一个品种的传播速度能够快到阻止其他品种的驯化。因此，许多不同的现象
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粮食生产从西南亚向外传播的速度要比在美洲快，而且也可能比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快。这些现象包括粮食生产完全未能到达某些生态条件适合的地区，粮食生产传播的速度和选择性存在差异，以及最早驯化的作物是否组织了对同一植物的再次驯化，或对近亲植物的驯化方面也存在差异。为什么粮食生产在美洲和非洲比在欧亚大陆困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粮食生产从西南亚新月沃地迅速传播的情况。粮食生产在新月沃地出现后不久，即大约公元前8000年，从中心向外扩散的浪潮在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的其他地方出现，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离新月沃地越来越远。在公元前6500年到达希腊、塞浦路斯和印度次大陆，在公元前6000年后不久到达埃及，到公元前5400年到达中欧，到公元前5200年到达西班牙南部，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到达英国。在上述每个地区，粮食生产都是由最早在新月沃地驯化的同一组动植物中的某些作物和牲畜引起的。此外，新月沃地的整套作物和牲畜在整个仍然无法确定的年代进入非洲，向南到达埃塞俄比亚。然而，埃塞俄比亚也发展了许多本地作物，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是这些作物还是陆续从新月沃地引进的作物开创了埃塞俄比亚的粮食生产。当然，并非所有这些作物和牲畜都传播到了那些边远地区，例如埃及太温暖，不利于单粒小麦在那里落户。在有些边远地区，这些作物和牲畜是在不同时期分批引进的，例如在西南欧，绵羊引进的时间早于谷物。这些边远地区也开始驯化几种本地作物，如欧洲西部的罂粟，可能还有埃及的西瓜。但边远地区的大部分粮食生产最初都依赖新月沃地驯化的动植物，紧随这些驯化动植物之后传播的是起源于新月沃地或其附近的其他发明，其中包括轮子、文字、金属加工技术、挤奶、果树栽培以及啤酒和葡萄酒的酿造。为什么这批植物能使粮食生产在欧亚大陆整个西部得以开始？这不是因为许多地区都有一批这样的野生植物，它们在那里和在新月沃地一样被发现有用，从而独立地得到驯化。不是这个原因。首先，新月沃地的许多始祖作物原来甚至不是在西南亚以外的地区野生的。例如，在8种主要始祖作物中，除了大麦，没有一种是在埃及野生的。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提供了一个类似于新月沃地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环境，因此在两河流域生长良好的那批作物，在尼罗河流域也生长得相当良好，从而引发了埃及本土文明的显著崛起。但是，促使埃及文明显著崛起的粮食，在埃及原来是没有的。建造人面狮身像和金字塔的人，吃的是新月沃地原生的作物，而不是埃及原生的作物。其次，即使在西南亚以外的地区确实出现过这些作物的野生祖先，我们也能肯定欧洲和印度的作物大部分来自西南亚，而不是在当地驯化的。例如，野生亚麻向西出现在英国和阿尔及利亚，向东出现在里海沿岸，而野生大麦向东甚至出现在西藏。然而，就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而言，今天世界上所有人工培育品种的染色体都只有一种排列，而它们野生祖先的染色体却有多种排列。要么它们只是产生一种突变，而由于这种突变，人工培育的品种和它们的野生祖先的区别在于它们有了人类渴望的一些特点。例如，所有人工培育的豌豆都有相同的隐性基因，这种基因使人工培育的豌豆成熟豆荚不会像野豌豆的豆荚那样自然爆裂，把豌豆洒落地上。显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在它们最初在新月沃地驯化后，就不会在其他地方再次驯化。如果它们是多次独立驯化的，它们的染色体内的不同排列或不同的突变，就会显示出这种多重起源所遗留的影响。因此，这些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关于抢先驯化现象的典型例子。
新月沃地成批作物的迅速传播，抢先阻止了其他任何可能想要在新月沃地范围内或在其他地方驯化同一种野生祖先的企图。一旦有了这种作物，就再没有必要把它从野外采集来，使它再一次走上驯化之路。在新月沃地和其他地方，大多数始足作物的祖先都有可能也有适于驯化的野生亲缘植物，例如豌豆的豌豆属植物，这个属包括2个野生品种，豌豆和黄豌豆，前者经过驯化而成为我们园圃里的豌豆，后者则从未得到驯化。然而野生的黄豌豆无论是新鲜的还是干的，味道都很好，而且在野外随处可见。同样，小麦、大麦、冰豆、鹰嘴豆、菜豆和亚麻，除了已经驯化的品种外，都有许多野生亲缘植物。在这些亲缘关系的豆类和大麦类作物中，有一些事实上是在美洲或中国独立驯化的，离新月沃地的早期驯化地点已经很远。但在欧亚大陆西部，在几个具有潜在价值的野生品种中，只有一种得到了驯化。这大概是因为这一个品种传播得太快，所以人们停止采集其他的野生亲缘植物，而只以这种作物为食。又一次像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样，这种作物的迅速传播不仅阻止了驯化其野生祖先的企图，而且也阻止了任何可能想要进一步驯化其亲缘植物的企图。为什么作物从新月沃地向外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部分原因是本章开头提到的欧亚大陆东西轴线的方向，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变化完全相同，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降雨情况，以及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也就是植被类型的相同或相似。例如，葡萄牙、伊朗北部和日本在纬度上大致相同，彼此东西相隔4000英里，但它们在气候方面都很相似，而各自的气候与其正南方仅仅1000英里处的气候相比，反而存在差异。在各个大陆上，被称为热带雨林型的动植物生境都在赤道以南和赤道以北大约10度之内，而地中海型低矮丛林的动植物生境，如加利福尼亚的沙巴拉群落，欧洲的灌木丛林地带则是在北纬大约30度至40度之间。但是植物的发芽、生长和抗病能力完全适应了这些气候特点。白天的长度、温度和降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成了促使种子发芽、幼苗生长以及成熟植物开花、结籽和结果的信号。每一个植物种群都通过自然选择在遗传上做好安排，对它在其中演化的季节性的情况所发出的信号做出恰当的反应。这种季节性情况因纬度的不同而产生巨大变化。例如，在赤道，白天的长度全年固定不变，但在温带地区，随着时间从冬至向夏至推进，白天逐步变长，然而在整个下半年又逐步变短。生长季节、温度与白天长度，也就是适合植物生长的那一段时间，在高纬度地区最短，在靠近赤道地区最长。植物对其所在地区的流行疾病也能适应。那些在遗传安排方面未能配合栽种地区纬度的植物可要遭殃了。请想象一下，一个加拿大农民如果愚蠢到竟然会栽种一种适合于在遥远的南方墨西哥生长的玉米，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种玉米按照它那适应在墨西哥生长的遗传安排，应该在3月份就准备好发芽，但结果却发现自己仍然被埋在10英尺厚的积雪之下。如果这种玉米在遗传上重新安排，以便使它在一个更适合于加拿大的时间里，如6月份的晚些时候发芽，那么它仍会因为其他原因而碰到麻烦。它的基因会吩咐它从容不迫地生长，只要能在5个月之后成熟就行了。这在墨西哥的温和气候下是一种十分安全的做法，但在加拿大就是一种灾难性的做法了，因为这保证会使玉米在能够长出任何成熟的玉米棒之前就被秋霜杀死。这种玉米也会缺少抵抗北方气候区疾病的基因，却携带着抵抗南方气候区疾病的基因。所有这些特点使低纬度地区的植物
难以适应高纬度地区的条件，反之亦然。结果，新月沃地的大多数作物在法国和日本生长良好，但在赤道则生长很差。动物也一样，能够适应与纬度有关的气候特点，在这方面，我们就是典型的动物。这是我们通过内省知道的。我们中有些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冬，受不了那里短暂的白天和特有的病菌，而我们中的另一些人则受不了炎热的热带气候和那里特有的病菌。在近几个世纪中，欧洲北部的凉爽地区的海外移民更喜欢前往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同样凉爽的气候区，而在赤道国家肯尼亚和新几内亚，则喜欢住在凉爽的高原地区。被派往炎热的热带低地地区的北欧人，过去常常成批地死于疟疾之类的疾病，而热带居民对这类疾病已经逐步形成了某种自然的抵抗力。这就是新月沃地驯化的动植物如此迅速地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部分原因。它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它们所传播地区的气候。例如，农业在公元前5400年左右越过匈牙利平原，进入中欧后立即迅速传播，所以从波兰向西直到荷兰的广大地区，最早的农民遗址几乎是同时存在的。到公元元年，原产新月沃地的谷物已经从爱尔兰的大西洋海岸到日本的太平洋沿岸8000英里的大片地区内广为种植。东西向延展的欧亚大陆是地球上幅员最辽阔的陆地，因此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使新月沃地的作物迅速地开创了从爱尔兰到印度河流域的温带地区的农业，并丰富了亚洲东部独立出现的农业。反过来，最早在远离新月沃地但处于同一纬度的地区驯化的作物也能够传回新月沃地。今天，当种子靠船只和飞机在全世界运来运去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一日三餐是个地理大杂烩。美国快餐店的一顿典型饭食可能包括最早在中国驯化的鸡，来自安第斯山脉的土豆，来自墨西哥的玉米，用来自印度的黑胡椒粉调味，再喝上一杯原产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以帮助消化。然而，不迟于2000年前，罗马人也已经用多半在别处出产的粮食大杂烩来养活自己。在罗马人的作物中，只有燕麦和罂粟是意大利当地生产的。罗马人的主食是新月沃地的一批始祖作物，在中亚驯化的小米和石螺，黄瓜、芝麻和来自印度的柑橘，以及原产中国的鸡、米、杏、桃和栗。虽然罗马的苹果算是欧亚大陆西部的土产，但对苹果的种植却要借助于在中国发展起来并从那里向西传播的嫁接技术。虽然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上处于同一纬度的最广阔陆地，并由此提供了驯化动植物迅速传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还有其他一些例子在传播速度上可与新月沃地整批作物相比的是一批亚热带作物的向东传播。这些作物最初集中在华南，在到达热带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作物。在1600年内，由此产生的那批作物包括香蕉、鱼奶和薯芋，向东传播了5000多英里，进入热带太平洋地区，最后到达伯里尼西亚群岛。还有一个似乎可信的例子是作物在非洲广阔的撒赫勒地带内从东向西的传播，但古植物学家仍然需要弄清楚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可以把驯化植物在欧亚大陆东西向传播之容易，与沿非洲南北轴向传播之艰难作为对比。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很快就到达了埃及，然后向南传播，直到凉爽的埃塞俄比亚高原地区，它们的传播也就到此为止。南非的地中海型气候对这些作物来说应该是理想的，但在埃塞俄比亚与南非之间那2000英里的热带环境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非洲农业是从驯化撒赫勒地带和热带西非的当地野生植物开始的。这些植物已经适应了这些低纬度地区的温暖气候、夏季的持续降雨
和相对固定不变的白天长度。同样，新月沃地的家畜通过非洲向南的传播，也因气候和疾病，尤其是采采蝇传染的锥虫病而停止或速度减慢。马匹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超过赤道以北的一些西非王国。在2000年中，牛、绵羊和山羊在塞伦盖蒂大草原的北缘一直止步不前，而人类的新型经济和牲畜品种却仍然在发展。直到公元元年至公元200年这一时期，即牲畜在新月沃地驯化的约8000年之后，牛、绵羊和山羊才终于到达南非。热带非洲的作物在非洲向南传播时也遇到了困难，他们只是在新月沃地的那些牲畜引进之后，才随着班图族非洲农民到达南非。然而，这些热带非洲的作物没有能够传播到南非的菲氏河彼岸，因为他们不能适应那里的地中海型气候条件。结果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过去2000年的南非历史。南非土著科伊桑人有些已经有了牲畜，但仍没有农业。他们在人数上不敌班图族非洲农民，并在菲氏河东北地区被班图族非洲农民取代。但这些班图族非洲农民的向南扩张也到了菲氏河为止。直到1652年，欧洲移民从海路到达，带来新月沃地的一整批作物，农业才得以在南非的地中海型气候带兴旺发达起来。所有这些民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现代南非的一些悲剧。欧洲的病菌和枪炮使科伊桑人迅速大量的死亡，欧洲人和黑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长达1个世纪的战争，接着又发生了1个世纪的种族压迫。现在，欧洲人和黑人正在努力在昔日科伊桑人的土地上寻找一种新的共处模式。还可以把驯化植物在欧亚大陆传播之容易，与沿美洲、南美洲向传播之艰难作为对比。中美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距离，例如墨西哥高原地区与厄瓜多尔高原地区之间的距离只有1200英里，相当于欧亚大陆上的巴尔干半岛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距离。巴尔干半岛为大多数美索不达米亚的作物和牲畜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并在不到2000年的时间内接受了这一批在新月沃地形成的驯化动植物。这种迅速的传播抢先剥夺了驯化那些动植物和亲缘物种的机会。墨西哥高原地带和安第斯山脉对彼此的许多作物和牲畜来说，同样应该是合适的生长环境。有几种作物，特别是墨西哥玉米，确实在哥伦布时代以前就已经传播到了另一个地区，但其他一些作物和牲畜未能在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传播。凉爽的墨西哥高原地区应该是饲养美洲驼、豚鼠和种植马铃薯的理想环境，因为它们全都在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凉爽的高原地区驯化的。然而，安第斯山脉的这些特产在向北传播时，被横隔在中间的中美洲炎热的低地完全阻挡住了。在美洲驼与安第斯山脉驯化了5000年之后，奥尔梅克人、玛雅人、阿兹特斯人以及墨西哥其他所有土著人的社会仍然没有驼畜，并且除了狗以外，也没有任何可供食用的驯养哺乳动物。反过来，墨西哥驯养的火鸡和美国东部种植的向日葵，本来也是可以在安第斯山脉茁壮成长的，但它们在向南传播时，被隔在中间的热带气候区阻挡住了。仅仅这700英里的南北距离，就使墨西哥的玉米、南瓜属植物和豆类植物在墨西哥驯化了几千年之后，仍然不能到达美国的西南部。而墨西哥的辣椒和梨科植物在史前时期也从未到达那里。在玉米与墨西哥驯化后的几千年中，它都未能向北传播到北美的东部，其原因是那里的气候普遍较冷，还有生长季节普遍较短。在公元元年到2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玉米终于在美国东部出现，但还只是一种十分次要的作物。直到公元900年左右，在培育出能够适应北方气候的耐寒玉米品种之后，以玉米为基准的农业才得以为北美最复杂的印第安人社会密西西比文化做出贡献。不过这种繁荣只是昙花一现。
便由于随哥伦布一同到来及之后到达的欧洲人带来的病菌而终结。可以回想一下，根据遗传研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作物证明只是一次驯化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作物传播很快，抢先阻止了对相同品种或亲缘品种植物的任何其他的早期驯化。相比之下，许多显然广为传播的印第安作物中却包含有一些亲缘植物，或甚至属于同一品种但产生了遗传变异的变种，而这些作物又都是在中美洲、南美洲和美国东部独立驯化出来的。从地区来看，在剑属植物、豆类植物、梨科植物、辣椒、棉花、南瓜属植物和烟草中，近亲的品种互相接替；在四季豆、利马豆、中国辣椒和垮瓜中，同一品种的不同变种互相接替。这种由多次独立驯化所产生的结果，也许可以提供关于作物沿美洲南北轴向缓慢传播的进一步证明。于是，非洲和美洲这两个最大的陆块，由于它们的轴线主要是南北走向，导致了作物传播缓慢的结果。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南北之间的缓慢传播只在较小范围内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方面的另一些例子包括作物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与南印度之间十分缓慢的交流，华能的粮食生产向马来西亚的缓慢传播，以及热带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未能在史前时期分别抵达澳大利亚西南部和东南部的现代农田。澳大利亚的这两个角落现在是这个大陆的粮仓，但它们却远在赤道以南2000多英里之外。那里的农业待等到适应欧洲凉爽气候和较短生长季节的作物，乘坐欧洲人的船只从遥远的欧洲到来。我一直在强调，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确定的纬度，因为它是气候、生长环境和粮食生产传播南移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纬度当然不是这方面唯一的决定因素。认同同一纬度上的邻近地区有着同样的气候，虽然它们不一定有着同样的白天长度，这种说法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地形和生态方面的界限在某些大陆比在另一些大陆要明显得多，从而在局部上造成对作物传播的重大障碍。例如，虽然美国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处于同一纬度上，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作物传播却是十分缓慢而有选择性的。这是因为横隔在中间的德克萨斯和南部大平原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干旱而不适于农业。在欧亚大陆也有一个与此相符的例子，那就是新月沃地作物的向东传播范围。这些作物很快就向西传播到大西洋，向东传播到印度河流域，而没有碰到任何重大障碍。然而，在印度如果再向东去，则因为主要是冬季降雨转变为主要是夏季降雨，大大延缓了涉及不同作物和耕作技术的农业向印度东北部恒河平原的扩展。如果还要向东，则有中亚沙漠、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一起把中国的温带地区同气候相似的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分割开来。因此，中国粮食生产的早期发展独立于处于同一纬度的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并产生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作物。然而，在公元前2000年西亚的小麦、大麦和马匹到达中国时，就连中国与欧亚大陆西部地区之间的这些障碍也至少部分得到了克服。而且，这种南北转移2000英里所产生的阻力也因当地条件的不同而迥异。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通过这样长的距离传播到达埃塞俄比亚，而班图人的粮食生产从非洲的大湖区向南迅速传播到纳塔尔省。因为在这两个例子中，隔在中间的地区有相似的降雨情况，因而适合于农业。相比之下，作物要想从印度尼西亚向南传播到澳大利亚的西南部地区，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通过短得多的距离，从墨西哥向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传播，也因为中间隔着不利于农业的沙漠地区而速度缓慢。中美洲在危地马拉以南没有高原，中美洲在墨西哥以南，尤其是巴拿马地形极为狭窄，
这在阻碍墨西哥高原地区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之间作物和牲畜的交流方面，至少同纬度的梯度一样重要。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不仅影响粮食生产的传播，而且也影响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播。例如，大约公元前3000年，在西南亚霍奇附近发明的轮子，不到几百年，就从东到西迅速传到了欧亚大陆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而在史前时代，墨西哥独立发明的轮子却未能传到南面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同样，不迟于公元前1500年，在新月沃地西部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原理，在大约1000年之内，向西传到了迦太基，向东传到了印度次大陆。但在史前时期，以盛行的中美洲书写系统，经过了至少2000年时间，还没有到达安第斯山脉。当然，轮子和文字不像作物那样同纬度和白天长度有直接关系，相反，这种关系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粮食生产系统及其影响来实现的。最早的轮子是用来运输农产品的牛拉大车的一部分。早期的文字只限于有生产粮食的农民养活的上层人士在使用，是为在经济上和体制上都很复杂的粮食生产社会的目的服务的，如对王室的宣传、存货清单的开列和官方记录的保存。一般说来，对作物、牲畜以及与粮食生产有关的技术进行频繁交流的社会，也更有可能从事其他方面的交流。美国的爱国歌曲《美丽的亚美利加》说到了从大海到闪光的大海，我们辽阔的天空，我们琥珀色的鼓浪。其实这首歌把地理的实际情况弄反了。和在非洲一样，美洲本地作物和牲畜的传播速度由于狭窄的天空和环境障碍而变得缓慢了。从北美大西洋岸到太平洋岸，从加拿大到巴塔哥尼亚高原，或者从埃及到南非，看不见本地绵延不断的鼓浪，而琥珀色的麦浪倒是在欧亚大陆辽阔的天空下，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与美洲本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农业传播速度相比，欧亚大陆农业更快的传播速度，在对欧亚大陆的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快传播方面发挥了作用。提出所有这些差异，并非意味着分布广泛的作物是值得赞美的，也不是说这些差异证明了欧亚大陆早期农民具有过人的智慧。这些差异只是反映了欧亚大陆轴线走向与美洲或非洲大陆轴线相比较的结果。历史的命运就是围绕这些轴线旋转的。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10章，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再相逢。